新冠疫情在美国的疯狂肆虐，导致其经济的一蹶不振。而借着这股浪潮，波音趁机把已经被停飞1年多的波音737 MAX 重新推上了天。这一事在美国民众间造成了不小的争议。而事情才过去2个月，波音又给美国人民带来了一段惊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8月21日的消息显示，美国丹佛市郊的居民声称，在当天天空中传来一阵疑似爆炸的声响，随后无数带着火光的碎片如同铁雨一般袭击了该地区。所幸的是，在郊区活动的人员稀少，这场铁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美国当地的网友还在网上晒出了自家庭院中的大号碎片，一个疑似航空发动机外圈的残骸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据报道，在后续调查中发现，发出爆炸声的其实是一架波音777客机，隶属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当天中午原计划飞往檀香山，结果在经过丹佛市郊区时，飞机有记忆的引擎发生起火并迅速爆炸，相关碎片很快就向地面落下，给下方的美国人民带来了一场从天而降的惊喜。所幸的是，这架飞机距离飞机场十分近，很快就紧急迫降在了丹佛国际机场，机上241人平安抵达地面。事实上，在引擎开始起火后，机上乘客就拍下了当时的视频画面。该网友将视频上传网络后，还不忘用2个倒着的微笑表情进行嘲讽，表示自己一家人都在飞机上。当时大家都感觉棒极了。更有意思的是，虽然消息放出之后，美国不少网友用果不其然的口吻痛斥波音公司的质量问题，不过舆论尚未扩散，但波音公司出手的一面危机公关反而将它引爆了。波音对这场事故描述的用词是不可控的引擎故障，换句话说就是引擎爆炸不关我们的事，毕竟是不可控因素。有分析人士提出，美国制造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航空业和造船业在近几年里事故频发，飞机失事、航母起火，相关报道接连不断，波音飞机更是其中的重灾区。归根结底就在于美国制造业外移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大量资本涌入金融后，不断失血的制造业不得不向外转移。然而长时间的转移给美国带来的是专业工人和相关管理人才的巨大断层。自从全球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制造业往往意味着强大的工业实力，意味着更强的战争工具制造能力。从最早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到后来的美国，两强交接同样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转移。特朗普之前想用强硬手段把这些制造业企业逼迫工厂搬回美国，重新振兴美国制造业。然而各方的巨大压力下，这件事情闹得只剩下一地鸡毛。用网友的话来说，波音的一次次事故可能也代表着国运之兆了。美国卫星拍到了什么？为何美媒认为我国空军一难题被解决？运20的新改造又给中国空军带来了怎样新变化？根据美国防务新闻近日报道，根据美国卫星成像初创公司 Planet Labs 提供的遥感卫星照片显示，在2020年12月30号的时候，我国西安阎良机场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在机场的停机平台上停靠着多架军机，其中最为显眼的是4架运20的外翼，可以清楚地看到加油吊舱的阴影，包括3架灰色涂装与1架黄皮原型机。可以判断这4架运20属于加油机版本。同时，从灰色涂装的运20加油机数量来判断，运20加油机应该进入了量产阶段。美媒指出，运20加油机的出现将填补我国国产专业加油机领域的空白，对于中国空军可谓是十足的好消息。加油机对于一国空军的用途可谓是不言而喻。为了使战斗机出动效率最大化，以及能拥有更远的投射范围，专业加油机是必不可少的存在。目前，我国拥有各式军机上千架，各代战斗机体系也已健全，唯独在加油机这一领域一直是弱项。过去，我国曾将轰6轰炸机进行改装为轰油6，初步满足我国战机空中加油需求，但是轰油6的加油口是为歼8、歼10这样的飞机设计的，并且载油量也就仅18吨，而一架歼10的载油量就有 4.5 吨。目前我国还有10多架轰油6加油机。随着我国从苏27战机的基础上建造歼11与歼16，以及从俄罗斯引进苏30与苏35，轰油6的加油口完全不匹配，还无法给这些战机加油。直到我国从乌克兰购买3架伊尔78加油机，才初步解决专业加油机的问题。但一边是上千架战机，另一边是不到20架的加油机，我们的专业加油机数量远远不够。而这时运20横空出世，
作为我国首款大型运输机，运20在填补了我国大型运输机领域空白同时，也是一个绝佳的加油机改装平台。早在2018年，外界就爆出运20加油机进行了首飞。不过，运20是否最终会成为我国下一代加油机平台，当时还未盖棺定论。去年的时候，有照片爆出运20加油机与我国歼20战机伴飞的照片，似乎表明运20加油机已经具备给第5代战机加油的能力。此次爆出4架运20加油机，表明运20加油机的测试进行得很顺利，已经进入量产阶段。运20加油机的量产无疑将弥补过去我国空军专业加油机稀缺的现状，对于我国空军未来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随着我国第5代战机进入量产，一系列配套设施也需要尽快跟上，而运20加油机的大规模量产也就意味着包括歼20在内的我国上千架空军战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最近国际局势稍微有些紧张，不少人看着中美俄三国之间的暗潮汹涌，就把冷战这件事拿出来说了。为什么美国敢对苏联冷战，却不对如今的中国直接发动冷战？冷战一词本就带着一定的对抗意识，而且这个对抗是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进行的。在二战后，美国正值巅峰时期，于是大刀阔斧地开始对素来看不顺眼的国家执行间歇战争，其中苏联就是首当其冲。而今天咱们要说的和苏联也有不少的关联。在美版知乎上，近日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个比苏联更强大的对手吗？美国如今已有日渐式微之兆，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是终究不能说其不强大。当年能够和苏联直接在世界上拉起第2次冷战，还是因为那个时期的美国也是政治巅峰，其他的国家在世界上如果不是确确实实的存在，用夸张一点的说法就是查无此国。而如今中国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高调崛起，不管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已经开始强势赶超，并且稳扎稳打，从基础开始一层层的往上叠加，绝对不会好高骛远。所以如今美国想要和中国发动冷战，那必然要牵动一发而动全身，美国自己也无法讨好。就像是一位国外网友在这个问题下面评论的一样，和苏联相比，如今的中国拥有更多的优势，从军事力量再到经济手段，中国都有更为强大的实力，而美国在多年消耗不进反退中，只有军事实力和金融实力尚可占据领先位置。首先从军事上来说，核力量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保障。苏联虽然当面被认为其核威胁的实力十分强劲，但是中国同样不弱，或许没有美国那样近乎持有2800至7100件核武器，不过也有几百件核武，虽然量少，但其射程完全可以覆盖美国国土，在出现事情不可控的时候，足以保卫自己，形成有效震慑。就算是在常规力量上，中国虽然现在并不及美国，但是中国正在迎头赶上，而且冷战更多的在于军事竞争和经济，而且中国在这一点上有自己的步调，并且为此努力。毕竟不看其他，如今的中国海军就已经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海军，之后实力进步自然还有提升。其次从经济上来说，苏联花费了太多精力在和美国的不当竞争上，可中国不会，这从中国的军费不足美国1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了，那么多钱都去哪儿了？中国用在了提高基础建设，用钱生钱。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而且世界上最大的4家银行都是中国的，再加上如今世界上最大的25家公司中，中国占据了6家，以后还将会更多。同时，中国还是世界工厂，这里常年为世界各国供应着各种工业品，而且美国在工业上比较薄弱。最后，中国拥有一个相当好的，并且实力也足够强悍的伙伴——俄罗斯，所以美国对中国发动冷战，只能得不偿失。